么能把天下剑修踩在脚下摩擦的绝世猛人阿良，被一个连剑都拿不稳的熊孩子指着鼻子大骂，却连个屁都不敢放。很多人以为这熊孩子是老天爷无脑赏饭吃，但我想说，这根本不是什么运气，而是借着李怀这个极致的异类，撕开了整座浩然天下最不堪的伪装。在所有人都在被欲望吞噬的时候，只有真正的赤子之心才能承载最厚重的大刀。坦白说，刚看剑来的时候，我对李怀这小子的感觉特别复杂。你想想，别人修仙那都是在刀尖上舔血，连咱们主角陈平安走的也是一步一个血印子。可李怀呢，这小子简直离谱。天下气运一共分10斗，他独占12斗，天下人还得倒欠他2斗。随便在路边捡个蝈蝈，就能把剑修圣地蝉蜕洞天揣进兜里，出去采个药踏入身边的五彩神路，上赶着倒贴给他当坐骑。凭什么大道这么偏心？答案其实就藏在齐敦山分宝的那段戏里。坐地分赃喽！规矩只有一条，一人一剑，不许反悔啊！剑独吞啊！当时大家都在挑法宝，看中的无非是杀伤力。李怀倒好，挑了个看着最破的焦黄阴沉木匣子。你猜他拿来干嘛？拿来装泥人和破烂玩具。可这木匣子其实是万年不腐的木中龙骨，是齐敬春、阿良这些大佬给他量身定制的大道孵化器。但在李怀眼里呢，这万年神木的价值根本比不上手里的一个小木偶。他没有成年修士对力量的那种贪婪，压根不在乎这东西能劈死谁。偏偏就是他这种随手把玩的态度，反而让灵物彻底卸下了防备。这印证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神物往往会臣服于最纯粹的无视。其实不光是死物，在这份纯粹面前，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活人都得低头。这份纯粹甚至让李怀那张嘴像是开了光一样。阿良气不过跟他顶嘴，他随口嚷嚷一句，谁要是觉得阿良自豪，我就拜谁为师，不收就是眼瞎。结果呢，蛮荒天下14境的老瞎子还真就屁颠屁颠跑来求着收他当徒弟，在书院想爹娘了，在地上写下爹娘的名字。他那9境巅峰的老爹和水神转世的姐姐就真的跨越千山万水来看他，想念陈平安了，在地上写陈平安的名字，陈平安就真的出现在了书院门口。我们不妨把李怀的心扒开来看看，他拥有这种让天下人眼红的恐怖能力，但他拿来干嘛了？他只是用来想家。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根本不是修为什么时候能突破，而是怕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是怕那个平时总揍他的李保平。这种极其幼稚的动机才是他气运稳如泰山的定海神针。一旦他生出一丝用这特权去剥削别人的恶念，这层外挂瞬间就会碎成渣。现在我们回头看开头那个问题，阿良被李怀指着鼻子骂，甚至还嫌弃他字写的丑，不想让他当姐夫，凭什么连个屁都不敢放？扒开阿良的心思，你会发现一个满手血污的剑客最隐秘的温柔。阿良见过浩然天下最肮脏的算计，所有人靠近他都带着极强的目的性，唯独李怀这小兔崽子嫌弃毫无算计。哪个猛啊？当然是我阿良很猛的猛啊！有老四，我也是光屁股拉姆。兔崽子懂什么？这份嫌弃对阿良来说，简直比任何绝世剑谱都要干净。阿良不还嘴，是他生怕自己身上的世俗戾气吓坏了这烂泥地里唯一没被污染的灵魂。浩然天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生存淘汰赛场，塞满了为抢夺资源杀红眼的人，而李怀的存在就是给这个赛场的一记响亮耳光。回头看看现实里的我们，其实每个人小时候都是李怀，但长大的代价就是我们被强行拉进名利场，开始学会察言观色，把所有的真心都小心翼翼地标上了价格。我们嫉妒李怀是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那个可以单纯在地上写下思念之人名字的年纪了。或许真正的成熟根本不是练就刀枪不入的铠甲，而是看透了腥风血雨后，心里还能安安稳稳地装着那个玩泥巴的小孩。